有人说墨脱水电站是卖国工程，我不知道它的依据是什么，但我相信这是中国能源引领全球的开始。投资12000亿，装机容量6000万千瓦的它，真正野心远不止发电这么简单。它是中国布局全球电力互联网的关键一子。但奇怪的是，当这个超级工程真的开建的时候，一向跳得最高的印度这次却异常安静。要知道，过去10年里，只要中国一提这个项目，印度必定连夜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各种水威胁论、生态灾难论满天飞。可这一次，12000亿的超级工程真的开建了，印度外交部却选择了集体失声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前2期内容都是关于电站建设的，这一期我聊聊国家的战略目标。这是一场世纪阳谋，无人可破。因为就在3个月前，印度刚刚干了一件让自己特别难堪的事。4月23号，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农民古拉姆早上起床，像往常一样去河边排水浇地。可是当他走到河边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昨天还水流湍急的杰纳布河，今天水位骤降，河床大片裸露。原因很简单，印度把上游的水闸都给关了。理由是克什米尔发生了袭击事件，印度要给巴基斯坦一个教训。这一招印度用了不止一次了。2016年物理袭击后，莫迪放话血和水不能一起流。2019年普尔瓦马事件后，印度威胁要把东部河流的水流改道，一滴都不让流到巴基斯坦。但真正动手暂停条约还是2025年4月这一次。每次一出事，断水就成了印度手里最狠的牌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当我们中国要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建水电站的时候，印度人他脑子里想的全都是自己干过的那些事。他们最怕的就是中国，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？毕竟雅鲁藏布江流到印度境内就成了布拉马普特拉河，这条河养活了整个印度东北部数亿人口，灌溉着阿萨姆邦约80%的农田。如果中国真的学印度那一套，后果不敢想象，但中国的方案早就摆在那儿了。径流式发电，97%的水源路返回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水从山上流下来，咱们借个落差，转个轮子发个电，水它还是那些水，一滴都不会少。这和印度那种直接关闸断流完全是两码事。可印度为什么还是不敢出声呢？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，在新的能源格局面前，他们已经落后了不止一个身位了。印度的心虚其实折射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在21世纪，什么是真正的战略资源？我跟你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进口石油花了3250亿美元，这些石油80%要经过马六甲海峡。马六甲海峡是谁的地盘呢？美国第7舰队在那里守着呢。这就好比你们家做饭的煤气罐，阀门在别人手里握着呢，人家想啥时候关就啥时候关，那你说急不急呢？所以中国这些年拼命的搞新能源，不是为了环保那么简单，而是为了能源安全。年发电3000亿度，能替代9000万吨煤炭，算下来相当于每年少进口4500万吨石油。但这还不是重点，真正要命的是，现在所有的高端产业它都是电老虎。你知道台积电一年用多少电吗？1400亿度。1400亿度相当于深圳1300多万人全年的生活用电总和。训练一个 ChatGPT-4 要烧掉2.4亿度电，相当于3万辆特斯拉绕地球跑一圈。中国测试飞机的 JF-22 风洞开一次就要541万度电，相当于一个县城用1个月。所以没有充足的电，这些产业你根本就玩不转，全变成一堆废铁。美国为什么现在急了呢？马斯克直接把数据甩到网上，中国2024年发电量破10万亿千瓦时，是美国的2.5倍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还在猛涨，美国基本20年没咋动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未来的产业竞争当中，电力充足的国家将会碾压电力短缺的国家，这就像当年有石油的国家将会碾压没有石油的国家一样。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为什么要关掉欧洲工厂，跑到中国湛江建厂呢？很简单，德国工业电价3块钱一度，中国湛江3毛，同样生产1吨化工产品，光电费就能省几百万。更绝的是，中国不光自己电多，还开始往外卖了。越南北部的工业区28%的电是从中国买的，老挝几乎一半的电靠中国供应，现在总共有14个国家在用中国的电。但光有电还不够，关键是你能够把电送出去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另一个杀手锏。很多人还不知道特高压是什么，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。普通电线送电就像坐绿皮火车一样，1000公里下来，15%的电就在路上消耗掉了。特高压就像坐高铁，3000公里损耗不到3%。
这个技术有多牛呢？全世界总共有45条特高压线路，中国占了42条。美国研究了30年没搞明白，他们造出来的变压器重7000吨，比一艘驱逐舰都还重，根本没法用。日本试了190公里就放弃了，前苏联努力30年，最后也失败了。那中国是怎么突破的呢？科研人员在零下40度的漠河和零上45度的吐鲁番来回测试，最后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绝缘纸，把变压器重量降到500吨。不光搞成了，还把中国标准变成了国际标准。有了特高压，中国就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：西部有能源没需求，东部有需求没能源。现在新疆的风电 0.01 秒就能送到上海，云南的水电瞬间点亮广州。掌握了这个技术，中国就有了改写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。而中国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2015年，中国在柏林宣布了一个让全世界都懵了的计划，要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用特高压把全世界的电网连起来。就比如撒哈拉沙漠的太阳能可以送到欧洲，北极的风电可以供给到日本，澳大利亚的光伏可以点亮东南亚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科幻，像科幻小说一样？但我们中国已经开始干了。过去10年，中国已经在巴西、葡萄牙、菲律宾等11个国家投资运营骨干能源网，每建成一条线路，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能源体系要按中国标准来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全世界都在用中国的电网标准，当各国的电力调度都要和中国协调，这将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中国掌握了比石油管道、比海运航线更为重要的东西——全球能源流动的控制权。这是印度真正害怕的，不是怕中国断水，而是怕整个东南亚都接入中国电网之后，印度被边缘化。现在巴基斯坦已经在用中国的电了，尼泊尔也在谈。如果斯里兰卡、不丹都接进来，整个南亚就形成了一张以中国为中心的电力网络。那到时候印度咋办呢？是继续烧着昂贵的煤炭，看着邻国用便宜的清洁能源。所以你看，表面上这是一个水电站，实际上是人类能源利用方式的一次革命。农业文明靠土地，谁的地多谁就强大；工业文明靠石油，谁控制了油田和航道，谁就是霸主。那下一个文明靠什么呢？靠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。而中国正在成为这个新文明的缔造者，我们用特高压连接世界，用清洁能源驱动发展，用共享代替掠夺，用合作代替对抗。这就是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真正意义，它不只是一个工程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开端。当人类从争夺有限的化石能源转向无限共享的自然能源，整个文明的底层逻辑都变了。印度的沉默恰恰证明了他们看懂了这一点，在新的游戏规则面前，老的对抗思维已经没有意义。要么加入这个体系，享受发展的红利，要么继续对抗，在黑暗中落后。而历史告诉我们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拒绝更好的未来。这不是征服，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选择。最后，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，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。